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最近日本排放核废水的问题，大家都很关注。日本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核废水排放到大海里面。这些核废水来自10年前福岛核电站发生的爆炸事故。如果不解决核电站里面的辐射源，废水就会永远不停地产生。其实早在10年前就有俄罗斯专家建议，不如直接再扔一颗氢弹进去，一次性彻底解决福岛核危机。氢弹没有辐射，还可以把那些泄漏的核废料全部烧完，这样就再也没有核辐射的问题了。我开始以为这就是个段子，但后来发现苏联10几年前就用核弹挖过水库，开过矿山，修过运河，甚至还用核弹灭过火。还有一个故事说，苏联解体，俄罗斯刚刚成立后不久，远东呢某一个城市物资短缺，电厂发不出来电，这个时候叶利钦亲自下令，派了2艘核潜艇过去，反应堆开足马力，瞬间解决了城市用电的问题。原来人类曾经用核弹干过这么多事儿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故事。时间回到1957年，比兹堡郊外，美国第一座核电站开机发电。这个反应堆当时归美国海军管理，海军高官非常得意，旁边的工程师们也一顿赞美。一个工程师说，如果要种一棵树，我们会用铁锹，要挖一座山，会用炸药。曾经这是人类的极限，但伟大的海军将如何创造一个更宏伟的工程呢？显然只需要一颗核弹。海军乐开了花，工程师继续引用以赛亚中的赞美词，他将在列国之间审判，斥责许多民族，他们要把刀剑变成犁头，国家再也不会举起反对国家的剑。这话简直说到海军心坎里去了。2战结束了，世界荡平了，海军手里的剑怎么办呢？当然是一边铸剑为犁，一边忽悠经费。很快美国就启动了和平时期的核弹计划，铸剑为犁。接着海军列出一长串核弹工程，比如用核弹在阿拉斯加炸出一个深水港，在巴拿马炸出一条运河，帮以色列炸出第2条苏伊士运河，等等等等。到了1961年，果然第一个项目在内华达的沙漠当中启动了。海军在沙漠里埋下了一颗核弹，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3倍当量。一声令下，核弹引爆，尘土扬起了近100米，真有点像当年海军炸鲸鱼的故事啊。但这次海军究竟是立功了还是闯祸了呢？我们稍后再说，先来看看苏联那边的情况。这年苏联境内发生大火，油气田喷出了300倍大气压的天然气，各种传统的灭火方式都试过了，根本灭不了火。天然气白白的烧了几百天，每天损失10几万美金。那个时候武装一个机械化步兵师也只需要几百万美金，就连买一瓶伏特加也才2美金。恰好这个时候苏军也摸着美军过河，也已经启动了计划6、计划7，随时准备用核弹大显神通。苏军说，拿好我的伏特加，我扔一颗氢弹下去，把漏气的地层全部玻璃化，大火绝对能够止住。当时这个油气田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乌兹别克也只是一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说，大哥，氢弹灭火听着怎么这么悬呢？一时之间竟然谁也不敢接过苏军手中的那瓶伏特加，大家只好再等等，反正烧了几百天，再多烧几百天也没关系。苏军一转头看向了另外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小弟哈萨克斯坦。这年是1965年，哈萨克正准备挖一个水库。苏军说，拿好我的伏特加，我埋一颗核弹下去，轰的一声就能帮你挖好，就说你要多大个水库吧。苏军这次没有给对方犹豫的机会，到1月15日就引爆了一颗9倍广岛原子弹当量的核弹，轰的一声，怒吼从地下178米深的地方传来，烟尘直接冲上了近5000米的高空，1030万吨的土壤被抛到了950米的高度，连现场的一位苏联科学家都惊呆了，他叫做特努特列夫。他说，尽管他见过很多次空中的核爆，但他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核爆景象。足足10几个小时以后，烟尘散开，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430米、深100米的大坑。经过简单的加工以后，这个水库就建成了，取名擦干湖。这种水能喝吗？当地人都把这座水库叫做原子湖，躲得远远的。
苏军一看这不行啊，得跟大伙儿讲明白啊，核爆和核泄漏不一样，核爆是充分燃烧，残留的放射性原料很少，不会产生长期辐射。官方的监测机构也说，水的放射值是安全的，是可以喝的。但大家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相信。苏军的一位大佬暴走了，他直接跳到水库里游了一圈。他叫做斯拉夫斯基，是当时苏联核工业部的部长。老爷子果然没骗人，游泳那年他67岁，后来一直活到了93岁。查干水库建成以后，苏联对核弹挖土的信心大增，认为自己已经全方面超越了美国。但紧接着，苏联好像听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1966年，苏联的水库刚刚挖完，美国那边就公布了一项财政预算，他们打算在巴拿马再开凿一条运河。项目计划十分严密，甚至还论证了不使用核弹，开凿成本在130亿美元，使用核弹费用只需要6.2亿美元，预计在1968年开工。苏联人一听急了，美帝那边都开始用核弹挖运河了，我们还在玩水库了，这儿哪能行呢？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技术了。乌兹别克，你帮我拿好伏特加，我下去扔一颗核弹。这个时候火炬的高度已经达到了300米，已经没日没夜的烧了1000多天，附近几百米都无法靠近。工程师坐着直升机进入现场考察，到了傍晚的时候，成群的候鸟和昆虫会在云霞中冲向这个大火炬，但它们甚至无法落地，就已经被烧成了灰烬。就在这种恐怖的环境当中，苏军趁着冬天，先在周围用推土机推出一个土墙，然后开始斜着向漏气的地层打井。到了9月，井已经打到了1500米的深度，一枚专门设计的核弹也被埋到了预定位置。这次爆破真的能成功吗？这之前，苏联科学家在莫斯科郊外的实验场中测试过很多次，各种角度、各种弹药纯度，经过反复的计算，难度很大。要保证爆炸当量足够，能将地层彻底瞬间玻璃化，还要保证爆炸的范围不会出现偏差。最重要的是，不能在地层当中留下核污染，因为这个油气田以后可是还要开采的。一直到了9月的最后一天，核弹引爆，就像在地下有几万只恶魔在咆哮一样，大地在晃动。23秒以后，火炬果然熄灭了。事后检查，油气田周围并没有发现任何放射性污染。到了12月，油气田恢复开采，大火灭了，下一个目标当然是赶在美国之前用核弹开凿一条运河。苏联南边有一个里海，但苏联成立后，里海就一直持续干旱，这样一直干下去不是办法。于是苏联领导人就决定让几条本来往北流的大河往南流到里海里面去，这样就能在里海周围再造几千公里的鱼米之乡。至于具体的办法很暴力，那就是用核弹挖出几条运河，把北边的几条大河连成水系，再利用大坝就可以实现大河倒流。1971年3月，首枚核弹爆破，成功炸出了一条700米长的巨坑。美国人一看有点慌了，苏联人竟然真的开始用核弹挖运河了。不行，我们得再想出一个更疯狂的计划。于是美国海军又刨出了一个10多年前的远古项目，说来也简单，就是在阿拉斯加靠近苏联的地方，同时引爆5枚核弹，炸出一个人工深水港。美国海军立刻将这个项目命名为战车计划。一个叫做爱德华的工程师呢，就开始走遍阿拉斯加，一边考察地形，一边游说当地的领导人、校长、土著居民，甚至是把教会都联合起来了，就是为了论证这个疯狂的项目是否可行。这一论证就论证到了1971年，恰好苏联开始挖运河了，那美国这边挖军港的论证也就立刻被通过了。这期间，美国害怕苏联不相信他们有在阿拉斯加挖军港的疯狂项目，还特意把当年内华达沙漠爆出来的泥土运过来，验证辐射是否会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真金白银的往项目里不停的砸钱。到了1977年，这个项目已经砸了7.7亿美金。结果苏联那边出问题了。原来自从1971年炸运河爆了第1颗核弹以后，第2颗就迟迟没有爆破，因为计算下来，完成整个项目至少需要在莫斯科周围引爆250枚核弹，每枚核弹的当量都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3到5倍。苏军和科学家都有点怂了，先就爆这1颗吧，看看美国那边的反应。
然后苏联人就看到了美国人要在阿拉斯加挖军港的计划，这都挖到苏联门口来了，无法无天了呀！苏联决定玩个更疯狂的计划。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早期的红警某个任务当中，苏联有一个地震车的设定，可以用这辆车控制地震，杀伤敌军。是不是觉得这种设定在游戏里都夸张的要死？但事实上，这个设定真的是有真实来源的，就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苏联人即将展开的超级核弹计划——地球行动。苏联人的构想是这样的：控制地震其实并不难，只需要彻底摸清楚某个区域内完整的地质结构就可以了。在那些脆弱的地层连接处扔几枚核弹下去，就可以实现人工地震。难就难在地下世界太复杂了，人类几乎一无所知。著名的克拉森井，苏联人挖到地下12000多米，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深的井，这也是地球行动的一部分。传说克拉森井挖到了地狱，恶魔差点被释放到了人间。最终苏联人彻底封死了克拉森井，而且封死克拉森井毁灭恶魔的过程，有人说就是往下扔了一枚核弹。往地底12000米扔核弹，这种事儿被当作都市传说说出来都觉得夸张的不敢相信，但事实上这也是有现实原型的。同样是来自地球行动，苏联人弄明白地底世界的方式也很简单，那就是挖井，再往井里扔核弹，再通过地震波测绘地底结构。地球行动从1971年开始执行，共有4个批次，苏联人硬生生在自己广袤的国土上炸出了14条地震勘测线，挖了至少39个深井，往里扔了至少39枚核弹，制造过至少39次5级左右的地震。果然，这39枚核弹不是白扔的，苏联人很快就摸清楚了自己家里所有的地质结构。可以说，红警当中的地震车这个设定，在苏联的国土上是真的有可能被实现的。同时，这次核弹探地还发现了西伯利亚的数十个超级油气田。地球行动还让苏联点满了核弹采矿的技能点，比如1975年，苏联在乌克兰的一座地下煤矿当中引爆了一颗小型氢弹，不仅加固了地层，让矿井更安全，还让煤炭日产量飙升了300%。再比如1976年，苏联在靠近芬兰的地方用单弹头、双弹头、组合弹头花式核爆，炸出了一个既安全又高效的大矿坑。地球行动还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苏联人在地下炸出了2个深2000多米、宽400多米的巨坑，分别代号特马1、特马2，专门用来掩埋工业废水。这2个项目至今都还在安全的运行。还有资料显示，特马3也是被苏联科学家论证过的。特马3不再是装工业废水呢，而是装核废料，同时加一颗氢弹。这就相当于把地球当成一个高压锅，把核废料全部倒进去，再用一颗氢弹给点了，核废料全部玻璃化，放射性烟消云散。可能这就是俄罗斯科学家为什么敢建议日本人往福岛核废料里扔氢弹的真正原因吧。核弹真的这么有用吗？显然这都是成功案例，美苏失守的案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故事回到最开始，1961年的内华达沙漠，这是美苏这场核竞赛的出发点。海军在沙漠里引爆的那枚核弹真的成功了吗？显然海军又一次失手了。1100万吨土壤被抛上了90米的高空，像一座火山，火山的上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辐射云，云层向东北方飘去，然后又转向东方，形成了2个平行的通道，一路飘到了大西洋，覆盖了大半个美国。事后证实，这次核爆为过去50年内美国人口的辐射总量提供了7%的份额。当时人类对核污染的杀伤力并没有现在这么清楚，核弹挖土也许可行吧。就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当中，美苏在和平领域也展开了这种疯狂的核竞赛，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惊掉下巴的故事。后来历史学家们总结，美国铸剑维尼计划一共进行了27次核爆，引爆总当量相当于50颗广岛原子弹。苏联的计划6、计划7一共进行了124次核爆，总当量相当于75颗广岛原子弹。
最后一次引爆发生在1988年9月6日。到了1989年，美苏终于达成了默契，同时彻底终止了核试验，还达成了默契，同时支持全球禁止核试验条约，包括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试验。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说的都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的故事吧？核弹灭火，想都不敢想啊！”